男孩相貌平平，气质憨傻，却喜欢上了长相甜美的泱泱。但可惜的是，他注意到姐妹俩都是聋哑人，便努力打着手语想和她套近乎。可泱泱对他并不感冒，没比划2句就匆匆走掉。看着远处蹦蹦跳跳飞跑的泱泱，男孩不自觉痴呆了。泱泱明媚的笑容像夏日的微风，吹乱了他的心跳。幸运的是，很快他就等到了机会。泱泱被自行车别倒，刚好被男孩撞见，他火速把泱泱送到了医院，还借机问他要了社交账号。他真挚的眼神让泱泱无法拒绝，可此时他并没想到，月老的眷顾已悄然来临。第二天，为了和泱泱偶遇，天阔去游泳馆给听障人群卖便当，眼看只剩1盒，天阔想给泱泱留着，便抱歉地告诉大家便当都卖光了。没过多久，他果然蹲到了泱泱，有了昨天的交集，两人很快熟络起来。天阔性格阳光活泼臭屁，泱泱总是不自觉被他逗笑，他的笑容感染了天阔，他立刻拿出手机，央求泱泱再笑一次，就这样把他的笑脸保留了下来。随后天阔注意到泱泱似乎饿了很久，他狼吞虎咽吃得很香，可尴尬的是，等泱泱想付钱时，才发现钱包比脸还干净。尽管天阔再三表示这顿算他的，可泱泱执意不肯，还把这顿饭记在了账本上。天阔灵机一动，让泱泱陪他去看电影抵账。然而泱泱的时间很有限，他每天要打几份零工，日程表排得很满。接着没等天阔反应过来，泱泱急着去打工，像一阵风一样跑走了。看他火急火燎，又差点被车撞倒，天阔下意识大喊一声小心，可随即他沮丧地意识到泱泱根本听不见。接连几天，天阔没再偶遇泱泱，他拿出3年高考5年模拟的用心，找遍各种话题。他说第一次见泱泱时，觉得他好像一只水鸟，踩着水就能飞高飞远，可他发的消息全部石沉大海。面对空荡荡的对话框，天阔陷入了深深的相思，成天自言自语，幻想着和泱泱对话。好在月老总算被这个纯爱战士打动，泱泱终于回了消息，他约天阔明天在体育馆见面，一起看姐姐训练。天阔本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可一天下来，他发现泱泱的心里只有姐姐。原来姐妹俩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，爸爸又去了非洲打工，为了让姐姐安心备战残奥会，泱泱一天打好几份零工，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。这样的辛苦是天阔无法想象的。他是家里的独子，享受着父母全部的宠爱，可现在他想学着照顾泱泱。他第一次下厨炖了排骨汤，还往里面加满了最好的食材。可妈妈看到后却叮嘱他，料这么多的便当一定要卖贵点。爱心是无价的啦！妈，你心是无价，少年郎的菜价比较重要啦，无价。天阔跑到泱泱家等他下班，他一回来，天阔立刻把吃的全塞给他，还说这些都是卖剩下的，不用给钱。大概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总是从投喂开始。泱泱却忍不住感叹，现在餐饮业也太卷了吧，便当做成这样都卖不完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没法心安理得接受天阔的好意。他像之前一样记了账，还特意把价钱写得很高，却又不放心，问天阔这样他会不会亏本。天阔却故意岔开话题，好奇地问泱泱他家怎么没有隔间。泱泱解释道，聋人要靠视觉来辅助听觉的不足，如果看不见就会不安。接着泱泱自豪地向他展示姐姐曾经参加比赛获得的奖牌，在他心里姐姐就是最厉害的人。可对天阔而言，这个满心满眼都是姐姐的女孩却更让他心疼。这时闹钟突然响了，泱泱赶着去打工，便进了卫生间换衣服。尽管门外什么也看不见，可天阔的大脑忍不住遐想翩翩，冲动的荷尔蒙牵引着少年的思绪，直到一股暖流从他鼻孔淌出，他才总算清醒。尽管泱泱总是没时间，可天阔对他的喜欢还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开始寻找各种机会和泱泱见面。这天泱泱在街头表演，每当有人投下1枚硬币，他就会随着旋律轻舞。天阔见状也投了币，泱泱像音乐盒的芭比开始旋转，黑黑的瞳孔撞进了少年的心。他对泱泱比划着，你总是开口闭口都是姐姐，却从来没提过自己，就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自己，反而害我很想你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大叔打断了他的倾诉，小伙子，你要丢钱他才会动。这天天阔等到很晚，泱泱才下班。他好不容易挣到了钱，主动要请天阔吃饭。可吃饭前，趁天阔不注意，泱泱偷偷数起袋子里的硬币，确保能付得起待会儿的饭钱。美食似乎有治愈的魔力，让疲于奔波的泱泱获得短暂的放松。天阔也总是用夸张的手语逗他开心。吃完后，泱泱示意老板结账，然后倒出袋子里的硬币，认真清点起来。可这时门口有客人等位，天阔不由得感觉尴尬，而泱泱却始终没算清钱。于是他不顾泱泱的反对，主动结了账。可他没想到，这一举动却惹恼了泱泱。他觉得天阔是嫌他丢人，嫌那些1块钱的硬币麻烦。虽然天阔极力解释是不想耽误老板做生意，可泱泱还是失望了。他花了很多时间才赚到那些钱，给老板等一下有关系吗？更让他伤心的是，为什么连天阔也不愿意等他？
就这样，两人的关系跌回了原点。而天阔也没想到，这天之后竟再也见不着泱泱。原来就在几小时前，姐姐训练回来后累得呼呼大睡。可不久后，楼上起火了。由于泱泱不在家，无人提醒，姐姐根本意识不到外面出事了。就这样，姐姐被烟雾呛伤进了医院。虽然姐姐没什么大碍，可一想到差点失去姐姐，泱泱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愧疚。即便姐姐安慰她这不是她的错，可泱泱还是很自责。于是从这天开始，她不再回天阔的消息，只一心陪在姐姐身边。这可急坏了天阔，他找遍了体育馆和街头，可哪里也没有泱泱的身影。这天他还特意去了上次吃面的小店，结果老板母子俩以为他听不懂，用方言在他背后蛐蛐泱泱。老太婆夸泱泱很可爱，可老板却说又聋又哑，就是天仙也没用。他不是哑巴老板，他是听障朋友。我们是经纪人，他是聋人，他也有名字，他叫泱泱，他的手语名字是……说完，他故意甩出一把硬币，还给泱泱发了短信，说原来这样付钱真的很爽。可他并不知道，泱泱此时一心陪着姐姐训练。由于上次喉咙呛伤，姐姐的成绩退步了很多，很有可能失去参赛的资格。这段时间为了挽回泱泱，天阔发了很多信息道歉，却从未得到回应。他的情绪在崩溃的边缘徘徊，精神也在正常和癫狂间反复横跳。我再也不会理我了。他整天茶饭不思，蓬头垢面，消沉到连老爸都看不下去。他安慰天阔，自己失恋了23次才遇到了天阔妈，让他振作一点。可天阔却鼓起勇气坦白：爸，你会接受我跟一个听不见的人谈恋爱？啊？尽管夫妻俩一向很开明，可这样的事实他们还是一时无法接受。然而看着儿子一天比一天消沉，夫妻俩还是心软了。这天妈妈温柔的反常：天哥，下来帮妈妈的忙好不好？他让天阔出去送便当，又额外掏出一沓钱。不用急着回来，去找女朋友玩，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。哦，来这边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心情要开朗嘛。这对可爱的爸妈是在默默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儿子。可天阔和泱泱的关系依然没有进展。他买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想送给泱泱，可泱泱躲在窗边，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感情，怎么也不开门。天阔只好放下礼物离开，泱泱不舍得守在门边。而这一幕也恰好被姐姐看到，她知道泱泱是为了自己。盒子里装着一只水晶水鸟，正如两人初见时，泱泱就像水鸟一样闯进天阔的世界。可天阔并不知道，泱泱早已禁锢了自我，他只想成就姐姐，帮姐姐圆梦。可这天姐姐训练结束，却一反常态对他发了脾气。他说要去和队友吃东西，让泱泱别总跟着自己。泱泱心里很难受，却一句抱怨也没有。可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惊讶地发现沿路种满了假树，还有提倡种树的标语。可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原来天阔扮成一棵大树守在门口，或许是等得太久，他已经睡着了。这时泱泱的手机响了，短信是天阔发的。他说地球上每天有137个品种的动植物在消失，或许有一天水鸟也会绝种。为了避免你绝种，不如就把我搬回家保护你吧。可这样浪漫的心意却没打动泱泱，他红着眼睛告诉天阔，水鸟和大树本就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他们注定没有结果。天阔心碎了，他用尽一切努力，却还是敲不开泱泱的心门。凌晨的街道，天阔这棵大树显得格外孤单。可泱泱没想到，他自我献祭般的付出对姐姐来说早已成了一种负担。这晚姐姐喝了很多，泱泱不理解姐姐为什么要这样放纵，难道不想实现他们的奥运梦了吗？可姐姐却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梦想？泱泱懵了，姐姐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，她不想再眼睁睁看着泱泱牺牲一切，只为了成就自己。接着她告诉泱泱，她已经失去了这次的参赛资格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泱泱的眼泪瞬间汹涌而出，她不停地道歉，不停地责怪自己，却让姐姐更加生气。他们本该是独立的个体，她不想因自己的失败牵制住泱泱的脚步。这次失利更让她痛恨自己辜负了泱泱。明明她才是姐姐，可从小到大因为听障，她成了泱泱甩不脱的负担。可亲情该如何计较公平？血缘的羁绊早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。泱泱说小时候别人欺负姐姐听不见，她从来不会反抗，可如果别人欺负她，姐姐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揍人。小时候姐姐护着她，现在她也心甘情愿守护姐姐。就这样，姐妹俩终于放下了对彼此的愧疚，而泱泱和天阔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转机。这晚天阔用小号跟泱泱聊天，他问泱泱是因为听不见才不愿跟他在一起吗？可这晚等到很晚，天阔始终也没得到答案。第二天，泱泱和姐姐外出散心，看着窗外的水鸟，泱泱想起了天阔的话，姐姐不理解泱泱明明动了心，却为什么不肯接受他？
泱泱这才说出原因，原来从始至终，天阔一次也没在他面前说过话。小心呀！哎呀，所以他误以为天阔也是聋人，想到未来在一起的压力，他就没勇气踏出那一步。然而姐姐却说，水鸟依季节而飞翔，泱泱也不该总局限在同一个地方。就算有一天泱泱要离他而去，他也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如果泱泱相信他能独立，也同样该相信天阔。这一刻，泱泱苦涩的心终于透进了光，眼前浮现的也全是初见时天阔那犹如阳光般温暖的笑容。几天后，天阔突然收到一封信，里面全是泱泱画的便当，还有一堆硬币。天阔刚想去追，却又折返回来。妈妈问他怎么不追，可天阔一脸沮丧，说就算追回来，你们会接受他吗？爸妈这才意识到，原来送信的女孩子就是泱泱。很努力，很乐观，很可爱，很活泼，很孝顺，很亲切，很善良，对姐姐很好，对大家都很好的那个。可天阔没想到，爸妈早已接受了泱泱的缺陷。哎，天阔吧，早一天哦，我们去报你那个手语课好了。啊？怕什么啦？哎呀，你也知道嘛，妈妈就是很爱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讲到哦，那个下巴都会很酸啊。偶尔有一天哦，让自己的嘴巴哦休息一下，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样我耳根也比较清净一点了。你现在是嫌我吵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讲的又不是我讲的。哪有？是你讲。哦。谢爸，谢爸，爱你们哦，爱死你们了！之后，天阔终于在体育馆找到泱泱。泱泱把头闷在水里，根本没注意到天阔悄然来到身后。可下一秒，天阔突然开口：“洋洋，我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想把你介绍给我爸爸妈妈认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当你男朋友。可是我听不到，他们不会接受我。他们会看见的。我之前说过，看不见就会不爱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让你跟他们看见对的爱。”说完，天阔忍不住凑近泱泱，却没想到泱泱突然转身，他猛地跳入水中缓解尴尬，而泱泱则不自觉落下眼泪。在上岸后，天阔鼓起勇气邀请泱泱去家里吃饭，可理由却变成了想要介绍泱泱去店里打工。可接着泱泱问他爸妈能接受他是聋人吗？天阔比出手势，几乎就要说出心声，却还是在最后一秒改了答案。天阔慌乱的眼神早已出卖他的心意，泱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第二天，泱泱跟着天阔回家，两人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泱泱搂住天阔的腰，把头轻轻靠了上去。夏日的午后，明明处处是蝉鸣，可彼此的心跳却格外清晰。到家后，泱泱惊讶地发现，桌上的水果竟然都贴了小眼睛。天阔的爸妈打扮得很隆重，他们热情地招呼泱泱坐下，接着又拿出纸板，上面写着欢迎泱泱前来，还感谢他对天阔的喜欢。天阔尴尬得要死，可爸妈越来越放飞，他们努力推销着天阔，说他和泱泱一样，很努力，很乐观，很可爱，很活泼，很孝顺，很亲切，很善良。但在最后一页，他们写道：“所以你愿意嫁给他吗？”天阔急了，父母的大胆戳破了他隐藏已久的情愫，可他没想到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会说话？他会说话嘞。天阔这才知道，原来泱泱并不是听障，而泱泱也坦白，他之前也以为天阔是聋人，直到昨天晚上听见了他的表白。所以，你不会是因为我会说话，才愿意来看我爸妈的？当然不是啊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说他喜欢他。我听到了，我喜欢他。就这样，两人解开了这美丽的误会，水鸟也终于找到了栖息的大树。不久后，姐姐推出了备赛，但她并不会放弃梦想，她准备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，再好好积蓄实力。4年后，姐姐真的重新站上了赛场，而这一次为她加油的是泱泱和天阔。爱情和梦想都是很奇妙的东西，不用听，不用说，不用被翻译，就可以感受到。这部电影叫《听说》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天阔如果是聋人，泱泱肯定不会和他在一起，但其实在姐姐劝解泱泱时，他心里就有了答案。即使想到和天阔在一起会面临很多困难，他还是选择听从自己的心。这样的考虑或许很现实，但却更能看出泱泱的坚定，不是抛弃一切不管不顾才叫爱。就像《老友记》里，罗斯要在瑞秋和朱莉之间做选择，他列出了两人的优点和缺点。朱莉有很多优点，而瑞秋却似乎全是缺点。
可爱情与理性无关，它是不可预料的。 What's wrong with her? She's not Rachel. 现实教会我们权衡利弊，可爱情是理性之外的放纵。即使明知水鸟和大树会水土不服，可如果是你，我愿意停留。